太子，铁证如山，法网难逃。你就是杀了我，恐怕也救不了你。皇上也有圣旨，皇上不在朝时，本太子监理国事。你现在矫诏谋反，本太子现在就斩了你！太子刘据征求自己的老师太子少傅石德的意见，石德明白放任江充上奏，那必定是凶多吉少，铤而走险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建议太子以武力诛奸，进而夺位登基。他说，之前公孙贺父子、2位公主魏抗都不曾有过巫蛊之事，但是江充挖到了就算有就得死。现在皇帝在甘泉宫，你和皇后既见不到，也不受信任，所以不要再寄希望于皇帝了。老实听话的下场就是扶苏。你忘了秦皇太子扶苏被赵高李斯仅用1杯毒酒就赐死的故事了吗？太子刘据当然知道老师的方案才是成功的希望，但孝文、孝景、孝武，我大汉皇帝历来忠孝，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路。他说，我是人子，怎么能随便反叛呢？不如先谢罪，等到真相查明，就能恢复自由身了。太子的思考不是没有道理，只可惜此时太子觐见武帝的途径却已全部被江充堵死。太子的这一时心软和犹豫，就注定了自己的死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江充一次次向武帝报告太子反行已据，不可救药。而面对这一形势，刘据知道，眼下如果任凭江充胡来，毫无作为，就只有死路一条。武力反抗或许能升大罗升天。太子的反扑开始了。征和2年7月初9，长安城内，刘据命人诈称是皇帝使者，带兵首先将江充逮捕。追捕的过程当中，协助办案的张继趁乱突围，逃到甘泉宫向武帝告变。太子这边，他将怒火全部集中于江充，亲自坐镇刑场，宣布罪状，监视斩首。临行前，他怒骂江充说，赵鲁，你祸害自家国王父子还不够，还要祸乱我们父子吗？随即一声令下，斩断江充的头颅，并且与此同时又把协助江充制造巫蛊案的胡人巫师绑在上林苑当中，活活烧死。烧掉江充之后，一不做二不休，回兵攻入丞相府。丞相刘屈毛只身狼狈而逃，连印信都来不及带走。至于太子为什么会攻陷刘屈毛，几年之后武帝会告诉我们答案。而武帝这边，他听到消息之后大吃一惊，不过此时他还是有着基本的判断，说太子肯定是被江充逼急了，吓坏了，所以才铤而走险。你们把他召回到我面前，我要问话。结果使臣到了长安城下，根本不敢进去，围着城墙溜了一圈就回去了，回禀皇帝说太子已反。到这时为止，汉武帝已经坚信太子谋反，他给丞相刘屈毛下令讨伐太子，并且颁布诏书说，凡是抓不到任意反贼的都有重赏，并把行宫从甘泉宫迁到了长安城西的建章宫，就近亲自指挥对太子的军事行动，征调附近各县的军队，动员部署2000石以下的官员归丞相刘屈毛统辖，准备进攻。而太子也没闲着，他已经是而立之年，几十年来见惯了血腥斗争，对父亲的脾气更是清楚。现在他占据首都，只要控制禁军，就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刘据一面向京城内的百官发表宣言，宣称陛下因病而困居甘泉宫，有人挟持皇帝，想趁机作乱。紧接着将关在监狱的囚徒赦免，充实兵力，又派人持符节征发长水和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要求一律全副武装前来会合，又持节去征召北军大营的禁军部队。不过以上动作都没有实际效果，没办法，刘据只能带人离去，强行武装长安市民上万人，并在长乐宫西门外与刘屈毛率领的军队遭遇，双方展开会战，厮杀5天，死亡上万人，以至于道路旁的水沟里都泡满了鲜血。7月17日，刘据兵败，逃出长安。此时汉武帝已经认定太子为不孝子孙，严令各地缉拿。臣子中虽有不少人认为太子无罪，但谁都不敢向盛怒的武帝陈明自己的观点。此时滨州湖关的三老令狐毛送来了言辞恳切的上书，其中说，当年江充冤杀赵太子，天下皆知，唯有陛下不闻。如今太子受不白之冤，他奋起反击，只为证明清白。满朝文武竟无一人体谅陛下，体谅太子，都是谗臣。希望陛下首先放下兵戈，不要让太子成为无家之人。三老的书信使盛怒中的汉武帝回归理性思考，
然而悔之晚矣，无论他采取什么措施，已经不能拯救太子及其家人的性命了。太子带着家人逃亡到河南的灵宝县，藏到一家清贫人家。为了生计，他让人把自己的一个富裕旧友叫过来，结果事情被发觉，遭到地方官吏的围捕。太子自知难逃一死，随即回屋上吊自尽。等到官兵来捉拿的时候，这户贫困的人家的户主并不知道太子已死。他为了保护大汉的太子，就像这么多天以来毫无怨言的辛辛苦苦编草鞋卖钱来供太子一家人吃喝一样。他毫无保留地冲入全副武装的官兵当中，扭打在一起。混乱中，此人被杀。刘据的2个孩子及汉武帝的2个皇孙也离奇被杀。不过，究竟是误杀还是有人指使，已经不得而知了。而在此前，皇后卫子夫就已经被武帝逼令自杀，卫氏一门就此归于尘土，巫蛊之祸暂时落下帷幕。这场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动荡逐渐归于平静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武帝以他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力，创造了诸多辉煌篇章。有血雨腥风的惨烈搏战，有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有歌功颂德，有尽情享受，当然还有骨肉相残，也有垂暮之年的无奈与诀别。巫蛊之祸一案展露的帝王的阴暗心态、骨肉情怀的深刻，特别是忠贞之臣的胆识和奸佞之臣的嘴脸，让人深思，同时不寒而栗。不过，真正的帝王心术却发生在立太子去世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汉武帝生命的尽头，他为冤屈的孩子做了什么。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武帝按照之前的承诺，对所有抓捕太子一党有功的人进行封赏。在此过程当中，有好些人都被封了侯，他们喜气洋洋，可皇帝却越来越衰老。太子自杀1年之后，给高皇帝刘邦守陵的一个小办事员田千秋冒死上书，说有一个白胡子老人家让他为太子鸣冤。汉武帝心领神会地说，你给高皇帝守陵，白胡子老人家，那大约就是高皇帝给你托梦了吧。随即当场升任田千秋为大鸿胪。与此同时，汉武帝借机为太子翻案，下令将江充一家满门抄斩。协助办案的苏文挂在横桥上烧死，长安皇宫建思子宫，太子藏身的灵宝县建望思台，用以承认错误，为太子昭雪。又过了1年之后，刘屈毛和李广利插手接班人的事宜，想要利用丞相加20将军的文武搭配，趁太子横死，运作昌邑王刘伯上位。结果被武帝发现之后，果断镇压。刘屈毛被腰斩，妻子被斩首；李广利叛逃匈奴后，经过运作被杀。昌邑王刘伯莫名其妙的去世，他的所有信息全部被删除。其实刘屈毛和李广利早就想挤掉刘据，换上昌邑王刘伯，而元太子刘据也早就清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太子杀掉江充之后，转过头来第一个进攻的就是丞相府。江充和刘屈毛在立太子这儿是一丘之貉。现在父亲武帝把太子的这2个仇人全部斩杀，元太子或许也能瞑目了吧。不过作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又怎么能就这样善罢甘休了呢？又过2年之后，在行将就木的前夕，汉武帝把那些曾经追捕太子而获得军功的人全部清算。马通兄弟抓捕太子有功，封崇和侯。这1年他们试图谋逆，被后来的顾命大臣金密堤擒获，腰斩于市。大鸿胪商丘成攻击太子有功，封杜侯。这1年在祭祀文帝的时候大不敬，自杀。长安人景建攻击太子的时候，抓获太子少傅石德，封功德侯。这1年谋逆，被腰斩于市。山阳士兵张辅昌踹开太子藏身的小屋，有破门之功，封提侯。这1年被贼人所杀。而那个首先拿到太子遗体的人李寿，早在几年之前就因为李广利的事情被砍头。至此为止，江充一家、刘屈毛一家、李广利一家、皇子刘伯，再加马通、商丘成、景建等人，武帝为了给太子昭雪，并配合轮台罪己诏转变政策道路，已经基本上杀光了所有能带走的人。后续安排妥当，或许可以安心的闭眼了吧？不对，还有一个人，钩弋夫人。我大汉从立国就开始有外戚干政，高祖和惠帝的时候有吕太后，几乎杀光了高祖血脉；薄太后力保勋贵集团，文帝束手无策；窦太后把持2朝朝政，景帝和自己都曾经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更别提自己的生母王太后，扶持田汾，诛杀韩嫣，
胁迫威刑，母子之间根本做不到同心同德。那接下来即位的刘弗陵，他才8岁，他抵得过自己的生母吗？或许不能吧。那么我再帮帮他好了。刘弗陵册立新太子的时候，汉武帝下令赐死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钩弋夫人脱发去簪，长跪磕头，只求衰老的帝王饶自己一命。然而帝曰：快走吧，你活不了了。随后钩弋夫人死于云阳宫。Over